这个反击非常有效。接着压后手，哎，两个人逼过内围，哎呦，漂亮啊！注意看，这保证是你见过最嚣张的日本选手。赢下比赛后，竟当场跳了一段舞蹈，挑衅中国选手，并当众放下狂言称打中国人实在是太轻松了，更是表示就算是中国巨人拳王张志磊与他作战，他也能不超过1个回合拿下比赛胜利。但不曾想，时隔1年之后输掉比赛的魏宁辉，竟再次向其发起了挑战。这一次是要一雪前耻。输掉比赛的魏宁辉并没有自甘堕落，而是坦然接受自己的不足，从此奋发图强。就连世界拳王泰森都表示如此可教。而对于这一次两人的对决，魏宁辉势在必得。我们看到比赛已经开始了，红方选手红色短裤便是我们的中国第一重炮手魏宁辉，蓝方选手蓝色短裤则是号称日本最嚣张的选手宫越清二郎。可以看到魏宁辉的进攻欲望极其强烈，看得出来他根本没打算给对手熟悉擂台的机会，目的就是要在第1回合里将其全面压制。废话少说，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这个比赛应该没有比赛。这个压力太强大了，对于日本选手来讲呢，他真的是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应对这么如烈火洪水一般的进攻。而且他要适应一个这个日益强大的小胖。对，一开场的2记标志性的左手的下位摆拳都打在了对手的肋部上面。做好防守，找机会。假动作，魏宁辉的进攻欲望极其强烈，这个拳法的侵略性可以说实在是太强悍了。因为两人之前是有过1次交手，并且上一次交手是魏宁辉输了，所以说这场比赛两人也是没有丝毫的试探。魏宁辉更是将进攻能力拉满，丝毫没有手下留情。魏宁辉打得非常好。哦，又是一拳打在对手肋部，这就是他现在的标志性动作。对，这开始想打出自己的风格来了。对，打出招牌。估计今天也是这样的一个基础勾拳了。是，如果不做训练性的专门针对性训练，进攻位置真的容易被打到。难防守。是。而且魏宁辉打比赛的时候，竟然是满脸微笑，又是高位的摆拳打到脸上，真是恐怖的小胖。不过非常奇怪一点的是，日本选手蓝角选手，他那个好像抗击打能力不得不说，这家伙的抗击打能力太强悍了。即便魏宁辉不断的向其发起进攻，并且是几乎全程不停歇的对其发起进攻，但这家伙依旧能够硬扛下来。不得不承认，挨揍这一块，这家伙是专业的。但好在目前局势还是魏宁辉占据优势，想要拿下比赛胜利，应该是不会太难。但是小胖的拳拳越来越好看，对，非常重。其实也有点风险，刚才牙套拖出来了，这个应该是在打击之下没有。哦，重拳，直接迎面打在对手脸上。因为小胖现在没有4拳，他前手是前手正本拳，对，不做实弹性进攻，每一拳都要正中到位。对手的重拳，还以颜色，手到位。好，这个小龙。但是想击倒日本选手，要有耐心。对，这日本选手啊，还在还击，而且呢，左右2个直拳。比赛进入第2回合，在首回合的对拼中，魏宁辉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屡次将其击倒，拿到了大量的点数优势。而这一回合，他的进攻欲望更加强烈，完全没考虑体能的保持，目的就是要终结对手。这个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那么我们也是废话少说，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正争，而且蓝角在做每拳应中。对，第一局这个赛虽然打爆点，但也有这个当时对，所以蓝角确实有一股你讲的应有的力量。是的。哦，你看，好，连续3拳，前2拳都是扫着脸打到了。伤害是大，但是这个危险。接腿迎接，北西，正争，摆拳，左手摆拳。场上的局势依旧是十分的焦灼，魏宁辉的状态非常不错，保持得非常好，但对手的抗击打能力太变态了。看来若是想要将其终结，还是不能着急，光依靠蛮力是不行的，
还是要尽量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看到魏宁辉在第一回合脸上的微笑已经没有了。对，下这个被这个在防守有点危险，注意。对，魏宁辉被连续打中2个箭步打中，对，会打到圈套里面去了。对，会影响他的反应。同样危险。现在对于红角来讲呢，首先要防守好，其次要保证体能不要下降。对，在第一局之后你也进结束。不该顽强的抵抗都是不该，双方都很顽强。5个拳，1、2、3、4。对手的进攻欲望同样是非常的强烈，看来这两人都没想着依靠点数拿下胜利，都是奔着打死对方去的。不过在进攻方面，魏宁辉还是占据着绝对性的优势，但对手的韧性太顽强了，若是其不主动露出机会，魏宁辉还是不好打出 KO 的。魏宁辉的这个拳确实有 KO 对方的能力，但他也被对方 KO 过。对膝，好，这个反手迎接，双方打出血劲来了，打出 push 来了。你看双方派的表情。现在男方在主动模式上，轻松的防守。其实大家看魏宁辉在防守的时候，眼睛是在看对方的，所以这不是失控的防守，这是在找机会。很危险，双方都很危险，我觉得这种对，漂亮推让，对，要小心双方都要小心，要做好防守。比赛成功进入最后一个回合，场上的局势依旧是十分的焦灼，两人都是没有丝毫停歇，只要见面必然针锋相对，两名选手都是奔着 KO 对方去打。我们也是废话少说，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对，打出了气势，双方不准备数点了，双方准备 KO 一个。但蓝角也很危险，蓝角在狙击。对，现在为止呢，蓝角是吃亏的，但是他的意识就是吃亏之后马上迎上去再来。对，说明他不准备退让，他不准备退让。对，第一体能部位，第二技战术意识非常清晰。对，他是准备送你机会，但是直接打倒你，找机会。两个人都想打 KO。对，我觉得这第3局是 KO 一个的感觉。看看谁能抓住这个微小的破绽。就是防回击瞬间是对这个。这是什么情况？日本选手竟使出了喵喵拳，虽说杀伤性不大，但侮辱性太强了。但魏宁辉目前的状态好像是有些不太对劲，应该是耗费了太多的体力，体能储备好像不太够了。不过我相信，只要对手因此放松警惕，魏宁辉是绝对能给其一个惊喜的。是的，对，他在注重模糊防守。这时候不知道，对魏宁辉的技战术问题，还是他做不出动作来了。体能上也有点限制。对，这个蓝方面的那个非常危险的对手，现在。对手的冲击感太蓝角的冲击感真是非常强悍，而且现在打出的摆拳还是砰砰作响，很有力。所以魏宁辉做好防守，而且要操作好体力，对，用好最后的体力。肋骨。现在蓝方倒反而很主动，时间只剩下了1分钟，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恐怕结果还要给裁判。不得不承认，对手的抗击打能力实在是太变态了，并且他体能的保持也非常的优秀。若是两人的局势继续按照这种情况进行下去，那估计是打不出 KO 了，因为两人都非常的顽强，再加上体能的消耗，看来最终的结果还是要交给裁判了。所以体能要求很高。特别是魏宁辉的这个打法有非常高的体能要求，没有动作了，对，坏了，危险，甚至有可能被 KO。对，蓝角现在动作频率还是非常高，对，这个最后是体能起了很大作用。对，这个反击非常有效，手踹抓紧时机，这个最好的时机掌握了，目视距离，小心，手抬高，手抬高，手要拿起来，这个没有防守会非常危险。好，这有没有 KO？ 这是，天哪！比赛终于结束，虽说最终是没有出现 KO 的场面，但魏宁辉的表现早就彻底惊艳了众人。
这场比赛的结果也没有丝毫意外，魏宁辉拿下了最终的胜利，让我们恭喜魏宁辉。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